们常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但是在尼泊尔，有些小女孩却似乎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她们从小就被选出来担任火女神库玛丽，而人们也会把她们当作神的化身来膜拜。不过，这种看似神圣的角色背后，却被人指出隐藏着严重的人权问题。他们的自由被剥夺，甚至连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受到限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尼泊尔火女神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尼泊尔的一项特殊传统，那就是供奉火女神。在尼泊尔的一些大城市当中呢，他们会挑选出年龄介于3到7岁的女孩，经过一系列的严格试炼之下，如果她们符合所有的条件，就会被尊为是火女神库玛丽，被视为是女神的化身，并且接受众人的膜拜。他们的工作就是进行各种仪式，并接受信徒的膜拜。在担任这份职务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会被许多的规范所束缚，像是不能够让脚触地，不能够流露任何情感等等。不过库玛丽这个身份是有时效性的，一旦他们月经来潮，就必须要卸任，变回凡人。对于那些从小就被当作是神来看待的库玛丽来说，这无疑是一大挑战。而这个传统引起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注意，他们认为库玛丽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迫承担起这么重大的职责，这可能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人权。而我们在今天的影片当中就要来聊聊库玛丽究竟是什么，供奉火女神又引起了哪些争议。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从13世纪开始，尼泊尔就有崇拜火女神传统。在尼泊尔语里面，库玛丽就是指处女，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女神塔雷珠的化身，所以只有纯洁美丽的处女才可能被选为库玛丽。而且呢，信众们认为扮演库玛丽的女孩可以为人们带来好运跟预言，所以在尼泊尔他们享有非常高的地位。事实上呢，尼泊尔的库玛丽不只有一位哦，在尼泊尔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王国，每个王国都会有自己的库玛丽。那虽然现在很多王国都不存在了，但是人们还是继续的崇拜库玛丽，这也让库玛丽火女神的崇拜成为了尼泊尔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了今天，尼泊尔剩下的库玛丽有10位，而其中9位都住在加德满都谷地。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少女都可以成为库玛丽，还必须要通过严格的筛选程序才行。成为库玛丽的选拔过程可说是相当严格，合格的女孩除了符合前面提到的年龄限制之外，还必须要从未流过血或生过病，而且呢还要出生自这个氏家族种姓，以及出生时的这个星象吉祥。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必须要符合32样特点，像是身上没有斑点胎记，牙齿完整且整齐，要有像这个菩提树的身材，睫毛像牛一样丰满，大腿像鹿一样结实紧致等等。那虽然这些要求听起来有点抽象，但简单来说呢，就必须是一个身份高贵、健康且年幼的女孩。符合这些标准的女孩们才可以开始准备接受一连串的考验。例如有个关卡是会把他们带进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面会有这个108只已经死去的水牛跟山羊，周围还有几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在跳舞，必须要能够保持冷静，不能够显露出任何恐惧的情绪，否则就会失去成为库玛丽的资格。又例如在最后的考验当中，候选库玛丽呢还要在众多的传统首饰当中挑选一件，而这件首饰必须要跟前任库玛丽选择的一样，才能够成功的通过考验。一旦被选上，这个女孩就获得了极高的荣耀，而她的生活也将改变，变得与众不同。成为库玛丽之后，女孩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库玛丽并不是一般人哦，她是被尊为神的化身，一种信仰的象征。因此，她的家里必须要准备一个专门用来供奉库玛丽以及让她接见信徒的房间。房间里面呢，还要有库玛丽的金黄色宝座。每天早上，库玛丽会在照顾者的帮助下梳妆打扮，穿上传统的红色盛装，坐上宝座接受民众的膜拜。
而在中午到下午的时段，库玛丽会偶尔出现在窗边，供游客们瞻仰。而这些女孩呢，以库玛丽的身份出现时，她们必须要保持面无表情，因为如果她流露出任何的感情，可能象征着不幸，为国家带来灾害。而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面，库玛丽还会外出举行仪式或参与游行，但因为她是神的化身，所以双脚不能碰地，必须要走在红地毯上，或坐在神轿上，甚至是被人抱着移动。对于库玛丽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责任，家里所有东西都要保持完全洁净，跟库玛丽接触的人不能够穿戴牛皮制品。更重要的是，对库玛丽的保护要做到最好，不能够让她受伤流血。因为据说，如果库玛丽流血了，她体内的神力便会消失，即使是轻微擦伤，也可能让她失去库玛丽之位。但库玛丽的身份并非永久，当她的身体进入青春期，有了第一次经期之后，她就必须要卸下权威，回到平凡人的生活。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才正要开始。这群现任的库玛丽已经过了好几年被照顾的无微不至，还有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生活，因此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需要重新适应。比如说要如何跟人互动，怎样穿鞋走路，如何过马路，甚至是如何做日常的家事，像是扫地啊、洗碗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说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全新的挑战。以拉舍米拉世家为例，他就是一位前库玛丽。他在12岁的时候卸任，那个时候他的家庭经历了经济上面的困苦，也遭遇了无法融入社会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并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解决的。不过他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18岁的时候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了第一位有大学学历的前库玛丽。毕业之后，他在一家电脑软体公司找到了工作。那看到库玛丽卸任后的困难，也就有人认为这样的传统呢，在现今的社会环境当中，似乎已经不那么适合了。反对这种传统制度的人认为，库玛丽制度有损儿童权利。他们认为这些女孩们失去了吃饭、穿衣、玩耍的自由，还有接受教育的权利。2002年9月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尼泊尔众议院议员毕亚班达里曾经公开批评库玛丽制度侵犯了女性和儿童的权利。他指出，尼泊尔社会认为现任的库玛丽不应该结婚，如果他们结婚，他们的老公会无法承受他的神力，将在短时间内死亡。而他和支持者认为，这样子的传统观念呢，限制了这些女孩的婚姻自由。此外，也有人认为女孩成为库玛丽之后要离家，不能够再跟家人见面。他们认为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很寂寞、很痛苦，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女孩来说是相当不人道的。然而，捍卫库玛丽文化的人认为，反对者的理由站不住脚。实际上的情况呢，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有些人认为反对者误解了真实情况。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库玛丽都要离家，他们也都可以每天跟家人见面。虽然住在加德满都的库玛丽必须要离家，住在宫殿里面，不过他的家人呢，还是可以每天到宫殿跟他见面，只是不能够过夜。而且所有库玛丽其实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且身边有玩伴。大部分的库玛丽可以去学校上学，只有其中2位库玛丽会在家聘请家教。虽然他们不会外出上学，但年纪相仿的孩子还是会到他们的住处一起玩，邻居也能够去探访跟陪伴，所以他们并不是完全孤立的状态。第三，库玛丽实际上还是可以结婚的。前库玛丽拉舍米拉世家在他的自传跟采访当中呢，都一再强调这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他本人其实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过得很健康。至于库玛丽卸任之后的困境，有些人认为，其实所有的女孩在青春期或是面对生活上面的巨大的改变，都会经历相同的困境。比如说，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回到家里，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此外呢，有些人认为反对库玛丽的声音之所以这么大，只是因为有些媒体把这个议题放大跟神秘化，而且他们认为大部分批评这个优美传统的人并不住在尼泊尔，也不是库玛丽本人。捍卫库玛丽文化的人除了反驳批评者的各种误解之外，他们也认为这个文化很有价值，而且有必要被保留下来。支持者认为，如果你看事实的话，库玛丽制度没有违反任何人权，而在这个前提之下，支持者认为尼泊尔人有文化权利的存在，这表示当地人有权继续延续这个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被当地人所尊重，尼泊尔旅游局呢还把库玛丽列为一个国际旅游景点。此外，支持者认为对于当地的女孩来说，库玛丽的存在具有一种示范的效果，能够让他们看到女性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因此是一件好事。事实上呢，当地很多小孩都梦想成为库玛丽。每当库玛丽有仪式或者游行的时候，很多女孩都会装扮成库玛丽，以此来表达她们对于库玛丽的爱。国家地理呢就曾经访问一位库玛丽候选人尤尼卡，他说这已经是他第2次参加库玛丽的选拔，而他的妈妈也很支持，他很渴望能够被选为新任的库玛丽。但是这些都只是我们外人的看法，已经成为库玛丽的女孩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谈
谈到库玛丽文化，前库玛丽们大多乐观看待，他们不仅有幸过上普通人与女神两种人生，还有许多人尊敬跟爱护。例如前库玛丽拉舍米拉世家呢，在他的自传当中就明确的表示，即使从女神变回一般人的过程很难适应，但他还是认为成为库玛丽是无法替代的宝贵经验。他认为任何女孩都会渴望得到人们的注目。而另外一位前库玛丽普雷蒂世家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库玛丽并没有违反任何人权或儿童权利，并对于自己曾经是库玛丽感到骄傲。对他来说，那不仅是对于自己还有家人的荣耀，对于国家也同样是一种荣耀。他从人们身上获得了尊重、爱跟关心，库玛丽之家的这个人们也很爱他，这让他充满了自信，在卸任后能够顺利的融入社会，并未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有蛮多挣扎的。一开始我们读到许多描述尼泊尔火女神文化的报道跟文章时，我们的第一直觉会忍不住想要批评这个文化，因为这些女孩呢，从那么小的年纪就失去了很多的自由，背负了很多的责任。而从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当中呢，其实也可以知道，这是传统文化跟当代价值观的冲突。而且大家在意的就是担任库玛丽的女孩们，她们的儿童权利有没有被保障。但后来看了更多的资料，知道了有许多当地人跟前任库玛丽呢，都跳出来说，事情并不是许多媒体报道或文章讲的那样子夸张。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看的这些报道、书籍或者文章呢，也有它的限制，而且说不定有些重要的资讯是报道跟书籍里面都没有提到的，而这可能会使我们的想法不那么的符合实际的情况。那么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贸然对别人的文化提出批评或建议，很可能都会让对方有被冒犯的感受。就像某个我们自豪的文化被不了解的外国人批评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气愤一样，相信尼泊尔人一定也会不舒服。那这也让我们的内心产生很大的犹豫。身为局外人的我们，真的适合评价别人的文化吗？如果看完了更多的资讯之后，觉得有些地方好像还是过不了自己的价值观，又该怎么做比较好呢？关于这些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比较好的答案，所以今天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身为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冲突发表评论吗？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当地文化脉络，不太适合提出什么样的评价或建议。B 我认为有侵害人权的可能，就必须要站出来发声。C 我认为可以评论，但要尊重当地人的感受跟选择。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尼泊尔火女神是怎样的文化。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法轮功以及神秘的哈雷迪教派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照是被告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